晚上好啊，兄弟们！今天继续美恐系列夜班淘沙。这个电影可以说是全程无尿点，令人肾上腺素飙升。话不多说，听我讲。一天下午，女主小美来到了一个家具厂，应聘了保洁的职位。不过她这个保洁呢比较特殊，工作时间是晚上。等厂里所有人走了之后，自己开始大扫除。厂长呢带她熟悉了一遍，告诉她哪里需要打扫。很快到了下班点，小美呢开始从厕所清理，端着个烟灰缸就要出去。正好碰见了厂里的两个同事，这同事呢对小美的态度极其恶劣，骂骂咧咧的，损了小美几句后就离开了。小美呢没有理会，只是咬牙忍了忍。随着这个大门的关闭，现在呢厂里就剩小美一个人了。小美呢工作也是十分卖力，这厂里的各个犄角旮旯，楼上楼下的，又是擦玻璃拖地什么的都给干了。然而就在小美倒垃圾的时候，看见前面不远处停着辆车，望了两眼没当回事儿，把门关上了。没一会儿来电话了，保姆打来的。这保姆说啊，这个小美的女儿呢哇哇哭呢，想妈妈了。小美呢就说告诉她妈在上班呢，下班就回去了。保姆就说实在不行，我告诉孩子他爹吧，让他过来陪他。小美就说不用，你什么都别说。挂了电话之后呢，小美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到了外面传来敲门声，过去一看是个送快递的。小美就跟这快递小哥说啊，你放门口吧，完事我忙完过来拿。快递小哥就说不行，放门口再让人偷了。一开门，小哥问了问小美是一个人在这儿吗？之后就把快递放小美手里，着急忙慌的就走了。小美把快递放在了桌子上，之后又投入到工作当中了。可没一会儿又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小美急忙的走了过去，一看呢，这个门在摇摇晃晃的，小美也没当回事儿，以为是风吹的，便直接关上了。可是诡异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。小美呢又听见开门声了，走过去一看，二楼的门刚好关上，下楼的时候又看见一楼的门又关上了。小美呢下了楼，四处逛了逛，也没人，难免就有点怀疑是不是快递小哥搞的鬼。等把这个快递这么一拆开啊，懵逼了。随着口哨声的响起，四个头戴面具的壮汉分别在不同位置出现了。完了，他们是来杀小美的。慌乱之中，小美掏出了劫测器，砸向了第一个奔向小美在前的面具男，然后转身就跑。四个面具男咱们就不取名了，直接叫他面具男吧。这四个人呢也是紧追不舍，小美也是1分钟不敢休息，两个面具男在后边追，另外两个绕后了。好在小美反应快，身手敏捷，躲过了一刀。小美呢应该是练过，爬上这货架翻了过去，与这几个人甩开了距离，拉上了卷帘门，看上了个东西。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不管用啊，毕竟四个壮汉轻轻一推就拉开了。好在小美急中生智，把小车呢往前推了一下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，自己则是躲在了一个木桶里。等几个人走远后，小美又爬了出来，跑的时候碰见了两个面具男，不过这两个呢有点瞎，或者是因为戴着面具呢余光看不到。不过小美刚跑到门那边的时候，发现门已经被锁死了，而且又被路过的面具男看到了。之后小美就拼命跑，这次有点急，卷帘门呢拉了一个小口，在进去的时候丢了只鞋，腿上还被划了个口子。眼见这双大手死死的拉着自己不放，小美干脆一锥子下去才松了手，自己呢则是爬上了货架。但糟糕的是手机掉地上了，那不完了吗？本身就被追着，没机会报警，这下好了，彻底没机会了。气急败坏的面具男直接将小美的手机给砸了，并且将旁边的电话线也给剪了。随后几人就开始四处寻找小美。小美这腿上的口子呢也是挺深的，简单的包扎好之后呢，其中面具男来到了这个货架上，在这个货架上望的时候，正好踩到了小美的手，也不算踩到吧，他这个鞋不是那种平底儿的，再加上鞋码大，小美手小，鞋子正好遮住了小美的手。面具男离开之后呢，小美从货架上掉了下来。这时候一个面具男呼唤同伴过来，让其剪掉所有电话线。小美呢趁机穿上了鞋子，来到了电源这边，直接关上了电闸，厂房里瞬间暗了下来。小美凭借微弱的光芒来到了一扇大门旁边，发现大门已经被铁链锁住了，自己想通过缝隙钻过去，反复尝试无果后，便找到了一个油桶，往自己的头上抹了些润滑油，
脱掉了衬衫就开始往里面钻。就在要马上钻上时，被面具男拉了出来。好在小美一木头棒子打在了面具男头上，小美呢又跑到货架里去了。这面具男呢还是这么不依不饶的追着小美不放，然后又跑到底下拿刀往上戳，好几次险些戳到小美。爬出来之后呢，小美坐在地上不知所措。这时候面具男又跟了上来，他揪住了系在小美鞋上的绳子。面具男也是挺憨的，只顾拉没往前看。小美解开绳子后一松手，面具男摔了下去，领了盒饭。现在呢就剩仨了。小美呢看了看面具男的裤兜，发现一部手机，但是已经被砸坏了。接着抬头正好看见了前方的叉车，心里便产生了一个想法。小乔将面具男的尸体放在叉车上，启动叉车，以此来吸引其他面具男的注意。不料这个计谋还是被识破了。小美呢也因为大腿上的伤口滴血而被发现了。三人开始分头寻找小美。小美着急忙慌地躲进了厕所，不料被其中一个面具男发现了。小美呢用脚顶住了门，结果自己的脚又被面具男抓住了，只好拿马桶的皮揣子来防身。不过这个面具男呢属实有点呆头呆脑的，把那把弄断之后跟没头苍蝇似的，正好撞在了断了那半段的皮揣子上，直穿胸口。小美呢也是鼓足了劲儿往前推，但是自己肚子那块又被划了个口子。随着皮揣子一下摁到底，小美呢就以为面具男死了，谁曾想他没死透，一直在叫。那怎么办啊？往他嘴里倒了点消毒液，随后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嘴。就这么的，又一个面具男领了盒饭。小美呢找到了一个铁棍，又看到了一堆铁丝，心里又产生了一计，吸引了其中一个面具男，让其来追自己，就来到了提前设好的陷阱这里。面具男横冲直撞的就这么被铁丝割了后，又挂了一个。小美呢穿上了他的衣服，拿着钥匙向大门走去，正好碰见了最后一个面具男，俩人用手语交流了一番。随后小美就开始挨个试钥匙，好不容易打开了门，察觉到不对劲的面具男就扑了上来，俩人撕扯上了。面具男掏出了刀，直奔小美。好在命悬一击时，小美捡起了地上的绳子，死死地勒住了面具男，就这么的把面具男勒死了。成功1v4之后，面具男口袋里的手机响了，这么一看呢，是老公丹尼。小美再扒开面具男衣服一看，懵逼了，正是自己的同事。现在呢，小美也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老公搞的鬼。丹尼呢有这个家暴倾向，小美就带孩子远离了他。不料小美上班地方的同事正好是丹尼的朋友，因此为了剥夺孩子的抚养权，丹尼就派朋友来暗杀小美。现在呢，小美是1v4成功了，不料还有一个没解决。这丹尼先是夹断了小美的2个手，这小美呢现在根本不是丹尼的对手，好在女儿及时出现了，吸引开了丹尼。小美躲在一旁看着女儿被关了起来，然后又心生一计，小美从厕所拿出了一瓶消毒液，同时启动了切割机来吸引丹尼，然后将这消毒液不知道和什么玩意儿混合在一起了。等丹尼过来的时候，小美就把门堵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美估摸着丹尼应该晕了，就拿了个榔头缠在了自己手上。等丹尼扑过来时，一榔头凿过去，自己先是什么也不管了，把女儿救出来最为重要。然而就在小美刚看到女儿时，就被丹尼偷袭了。丹尼用保鲜膜糊住了她的脸，显然想让小美窒息而死。好在小美用刀撕开了保鲜膜，不过自己也被丹尼死死地摁在了墙上。但是丹尼刚才被凿的那一下呢，他没把榔头拔出来，导致自己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，一下就被小美打断了腿。丹尼一看自己也不行了，就打算给小美道歉，知道自己的错了。小美呢也没留情面，直接给这丹尼锤死了。最后小美带着女儿离开了这里。电影呢到这也就结束了。我感觉这部电影如果忽略剧情的一些 bug， 还有一些细节，就属于小成本佳作了。虽然说呢有点夸张，女战神极限1v5反杀，受伤了也无妨，但是抛开这些个呢，咱们看的就是淘沙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。